所有人都知道谢南行和孟京堂是神仙眷侣，佳偶天成。可到了成婚的年纪，偏偏家族规矩成了最大阻碍。谢氏祖训规定，继承人要亲自到祠堂求签，经过5年的考验才算得到认可。第1年，谢南行抽到了数字10的签，他们1年只能见10次，甚至只能说10句话，每句10个字。第2年，谢南行抽中了9，孟京堂咬着唇没哭，只是把他送的红绳缠了又解，解了又缠，直到指腹磨出红痕。第3年，谢南行抽到了3，他们跪在祠堂前，当着众人的面，一遍遍说着我爱你，对不起。第4年，也是孟京堂最崩溃的1年，谢南行抽到了1，1年1面，1句话1个字，哪怕孟京堂闹过无数次，谢南行也只是吻着他的唇安抚，说再等等，还有1年。终于熬到第5年，孟京堂赶到祠堂时，谢南行已经抽完签，他看到上面明晃晃的百字，心中雀跃，却在下一瞬看到谢南行将百字的签放了回去。选了半天，谢南行像是想到什么，终于抽了个7出来。助理的声音带着不解：谢总，家族的抽签规矩根本不是这样。当年您说要遵守规矩，可这些数字都是您自己定的，祠堂的签从来没有这种含义。孟小姐这4年，我知道她不容易。谢南行打断他，语气里听不出半分愧疚。但阿彻临终前托孤，雪宁性子倔，不肯要我的钱，我只能用这种方式陪着她。她一个女人带着孩子，我既然答应了阿彻，就不能前功尽弃。可孟小姐呢？助理的声音拔高了些，似是为他抱不平。她为了您跟家里闹僵，拒绝了所有相亲，这4年除了等您什么都没做。您知道她每次见完您都要一个人躲在车里哭多久吗？谢南行的声音透着几分无奈。我也想早点把京堂娶回来，可是雪宁那边，他们孤儿寡母，我实在放心不下。孟京堂站在门外，浑身的血液仿佛凝固了，大脑一片空白。谢南行的声音还在不断响起，可他已经听不清了。此刻，孟京堂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：原来家族里根本没有这样的规矩，这一切都是谢南行编造出来，欺骗他的谎言。至于那个朋友的遗孀，竟然值得他用他5年的青春来成全。孟京堂扶着冰冷的墙壁，眼泪毫无预兆地涌了上来。不知为何，他竟回忆起这几年的点点滴滴。小学他转到新学校，被谢南行整蛊出丑，2人因此成为班里最不对付的死对头。初中他被高年级男生欺负，谢南行把他护在身前嘶吼，只有我才能欺负他。后来几经波折，才终于和他转到一个班，成了他最忠心的骑士。高中有学长向他表白，谢南行在宿舍楼下站了一整晚，只为问他还要不要自己。得知他心里只有他时，他兴奋地抱着他转圈，时至今日照片还被人拿出来调侃。可孟京堂怎么也想不到，这个陪了自己10多年的男人，如今会为了一个外人，第一次对他撒谎。曾经满心满眼都是他的少年，终究还是让他的信任碎得彻底，疼得他连呼吸都带着颤抖。他死死咬着唇，不让自己发出一点声音，然后拿出手机给朋友发了条信息：帮我查一下周雪宁的所有资料，越快越好。最后他走到角落，拨通了母亲的电话。听到母亲声音的那一刻，孟京堂的眼泪终于溃堤，不停砸在手机屏幕上。妈，他努力保持着声线平静，我同意跟你们出国，再也不回来了。早在4年前，孟京堂父母便打算带他去国外发展，只是那时孟京堂一心扑在谢南行身上，甚至不惜和家里闹僵，也要留在他的身边。现在看来，是他自作多情了。既然谢南行打算让他继续等下去，那他便如他所愿，等着彻底离开他。电话那头的母亲愣了几秒，随即狂喜：糖糖，你想通了，太好了，妈妈这就去准备，1个月后我们去谢家接你离开。挂了电话，谢南行发来信息：京堂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已经抽完签了。孟京堂看着那条信息，眼底一片死寂。与此同时，朋友的信息也发了过来，周雪宁就在谢氏集团当保洁，而住址离谢南行的公寓不过1条街。孟京堂没回谢南行的消息，而是拦了一辆出租车，报上谢氏集团的地址。车窗外的风景飞速倒退，像极了他这4年被辜负的时光。他倒要看看是什么样的女人值得谢南行这样背叛他。孟京堂下了车，刚踏进大厅，就看见周雪宁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保洁服走了进来。下一秒，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电梯口。谢南行穿着一身高定，身姿挺拔，唯一不符的是他怀里抱着的小男孩。孟京堂的脚步顿了顿，手机屏幕还停留在谢南行的消息界面。明明5分钟前他才刚发来消息说要在家等他，现在却又出现在这里。愣神间，他们3人已经在等电梯。孟京堂呆呆地看过去，只见周雪宁站在谢南行身侧，仰头看着他，嘴角噙着温柔的笑意。阳光落在3人身上，竟透着一种说不出的和谐。孟京堂像被定住了一般，一步也迈不开。他像个偷偷闯入别人幸福的小丑，看着本该属于自己的温柔全给了另一个女人和孩子。旁边2个新来的女职员低声议论着：你看谢总对雪宁姐多好，孩子都这么大了还这么恩爱。声音不大，却字字扎进孟京堂的耳朵。可雪宁姐不是保洁吗？哪有保洁能当总裁夫人的？说不定是伪装的呢。你想啊，谢总这么优秀，肯定怕有人觊觎，让夫人伪装成保洁监督工作呗。孟京堂听得心口发闷，像堵了一团进了水的棉花，喘不过气。保洁还是伪装的，不管是哪一种，谢南行对周雪宁的特殊都已经昭然若揭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喉咙里的哽咽，朝着总裁专用电梯走去。谢南行第一次带他来公司时，特意将私人电梯密码设为他的生日。谢南行还为此向他保证：京堂，这是只属于我们的秘密，一辈子都不会改。他记得当时自己有多幸福，还踮着脚在他脸上亲了一下，说他幼稚。可现在他输入了3次自己的生日，电梯门都纹丝不动，冰冷的数字键像是在嘲笑他的天真。孟京堂刚拿出手机想给谢南行打电话，身后就传来助理的声音：孟小姐，我来帮您吧。孟京堂侧身让开，
看着助理熟练地输入一串数字，顿时电梯门叮的一声开了。那串数字他看得清清楚楚，是周雪宁的生日，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，疼得他几乎无法呼吸。他说过一辈子不会改的密码，终究还是变了。原来所有的承诺在他那里都如此廉价。他走进电梯，按下顶层的按钮，电梯门打开后，他刚踏出一步，就被一个冲出来的身影狠狠撞倒在地，高跟鞋的鞋跟瞬间断裂，脚踝传来一阵钻心的疼，他忍不住闷哼一声。经疼。谢南行的声音带着惊慌，连忙跑过来，蹲在他身边。你怎么样？有没有事？我好像崴脚了。孟京堂咬着唇，额头上渗出细密的冷汗。谢南行伸手想把他抱起来，身后却传来小男孩的哭声。哇，爸爸！好好。周雪宁慌了神，跑过来抱起小男孩，可怜叫了好几声，小男孩都只是哭。他急得眼圈发红，转头看向谢南行，声音带着哭腔。南行，怎么办？浩浩他。谢南行的动作顿住了，他看了一眼地上的孟京堂，又看了一眼焦急的周雪宁和哭闹的小男孩，眼神闪烁了一下。下一秒，孟京堂听到他带着歉意的声音响起。京堂，你先自己进去坐着，或者在这里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回来照顾你。孟京堂还没来得及开口，谢南行就已经站起身，跟着周雪宁匆匆跑向电梯，只留下他一个人，狼狈地坐在地板上。他看着他们消失的背影，嘴角勾起一抹苦涩的笑。这是他们今年的第一面，却因为一个外人导致他分了心。原来他的疼痛在他眼里都比不上周雪宁的一句求助，甚至为了周雪宁，他第一次打破了自己定下的规矩。孟京堂撑着墙壁，一瘸一拐地走进谢南行的办公室。推开门的瞬间，他的目光就被墙上的照片吸引住了。那里挂着的是他和谢南行的合照，是他成为谢家继承人那天拍的。他抱着他，笑得肆意张扬。可现在那张照片被谢南行、周雪宁和那个小男孩的合照取代，三人笑得无比灿烂，像极了真正的一家三口。孟京堂的视线模糊了，他记得他当时把照片挂在这里时炫耀的语气，记得他承诺的会用生命守护这张照片。可现在他亲手换成了和别人的全家福。孟京堂苦笑一声，拖着受伤的脚踝在办公室里找冰袋，他的私人用品都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，护肤品、防晒霜也是他常用的牌子。但拉开抽屉后，他突然发现里面的东西都变成了他不熟悉的牌子，而且每一样东西上都贴着一个小小的标签，上面写着雪宁。他想起当初他求了好久，他才答应让他在这里放自己的东西，可如今他却心甘情愿为另一个女人准备了一切，甚至细致到贴上名字标签。孟京堂默默将抽屉推了回去，脚踝的疼痛远不及心里的疼痛强烈。冰袋刚敷在脚踝上，谢南行抱着已经不哭的小男孩走进了办公室。他是坏蛋，要抢我的爸爸。小男孩指着孟京堂，声音有些气愤。谢南行的脸色僵了一下，却没有像以前那样立刻解释。孟京堂心里一沉，他想起有次谢南行带他去福利院，有个小孩也这样说过。当时谢南行温柔地摸了摸小孩的头，耐心解释，这是我的未婚妻，以后会和我一起照顾你们，不是来抢爸爸的哦。可现在面对同样的场景，谢南行却选择了沉默。周雪宁连忙捂住小男孩的嘴，看向孟京堂时脸上带着歉意。浩浩，不许胡说。孟小姐，对不起，孩子不懂事，你别往心里去。说完，周雪宁抱着小男孩准备离开。谢南行走到孟京堂身边，蹲下身想替他检查脚踝。京堂脚踝还疼吗？周雪宁走到门口，突然停下脚步。南行，今天是浩浩的生日，想邀请你一起吃个饭。浩浩他很想你陪着。孟京堂能清晰地感受到谢南行的身体僵硬了一下。谢南行顿了顿，抬头看向孟京堂，眼神里带着一丝愧疚，随即点了点头。好，我处理完这里的事就过去。周雪宁笑着说了声谢谢。离开办公室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。孟京堂看着谢南行，轻声问道：他们是谁？谢南行声音有些低沉：是我朋友的妻子，朋友去世前拜托我照顾他们。孟京堂轻轻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，脸上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。谢南行反而有些不淡定了，皱了皱眉，眼底的焦急清晰可见。京堂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生气了？孟京堂摇了摇头，反问：今天是什么日子？谢南行将人搂进怀里，眼中带着期待。今年第一次见面，我怎么会忘记？晚上一起吃饭吗？吃你喜欢的那家，我已经定好位置了。说到这里，他像是想起了什么，继而补充道：等我应付完浩浩的生日宴，就马上过去找你，好不好？孟京堂没有回答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。他这才发现，没有他们两人时，他依旧会遵守规矩，可只要一提到周雪宁母子，他说话的字数就会猛然增加。就在这时，谢南行的手机响了。孟京堂看见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，神色微变，然后站起身。京堂，公司有个项目出了点问题，我得去处理一下，让助理送你回家，好不好？等我忙完就去找你。他没有拆穿他，只是轻轻点了点头。好。谢南行松了口气，说了句等我，就匆匆离开了办公室。办公室里又只剩下孟京堂一个人，他敷着冰袋，脚踝的疼痛渐渐麻木，可心里的疼却越来越清晰。他刚刚看清了，那通电话是周雪宁打来的。孟京堂坐在餐厅靠窗的位置，不时抬手看着手机。从下午等到晚上，谢南行迟迟没来，甚至一个电话也没有。他无意识地刷新着朋友圈，突然一张照片跳了出来。照片里，谢南行和周雪宁依偎在一起，后面还站着浩浩，三人对着镜头笑得灿烂，心脏像是被狠狠刺穿，疼得他呼吸一滞。他记得谢南行说过，他的朋友圈只会发他一个人，可现在他不仅发了别人，还发了这样一张像极了全家福的照片。
孟京堂忽然觉得这4年的等待像一个天大的笑话，而他就是这个笑话里最可笑的人。他颤抖着手拨通了谢南星的电话，可听筒里传来的却不是谢南星的声音。谁呀？孟京堂的血液瞬间凝固，他张了张嘴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就听见周雪宁的一声娇吟：别闹，有人给你打电话。紧接着电话被匆匆挂断，嘟嘟嘟的忙音在耳边响起。孟京堂握着手机，自嘲地笑了起来，眼泪却不受控制地掉了下来。4年，人生能有几个4年？他把最美好的青春给了他，换来的却是这样的背叛和欺骗。起身准备离开时，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，是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信息，附带一个地址。孟京堂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拦了一辆出租车，报上了那个地址。他想看看谢南行到底能对他残忍到什么地步。地址是一家亲子餐厅。他刚走进门，就看到角落里的3人。周雪宁像是察觉到了他的目光，嘴角勾起一抹挑衅的笑。下一瞬，他伸出手，轻轻捧住谢南行的脸，在他唇上亲了一下。孟京堂的瞳孔猛地收缩，他死死盯着谢南行，期待着他推开他，期待着他表现出一丝抗拒。可他没有。谢南行只是愣了一下，随即抬手揉了揉周雪宁的头发，眼神里没有丝毫不悦，反而带着纵容。那一刻，孟京堂所有的坚持和期待彻底崩塌了，他再也忍不住，转身冲出了餐厅。孟京堂漫无目的地走在街头，老师的女儿突然打来电话：京堂，我妈妈突发心脏病，医生说需要紧急手术，你能不能来医院帮帮我？孟京堂的心一下子揪紧了，他立刻打车赶往医院。刚冲进急诊室，就听到医生说病人情况危急，需要立刻进行手术，可全国能做这个手术的只有陈教授，能不能联系上他，就看病人的造化了。孟京堂心里一动，只有谢南行能联系上他。孟京堂立刻拨通谢南行的电话，可始终无人接听。老师的女儿拉着他的手，哭得撕心裂肺：求求你，救救我妈妈！孟京堂咬着唇，转身就想冲出医院去找谢南行。孟京堂刚走到门口，看到谢南行抱着浩浩，身后跟着周雪宁，匆匆走进了医院。谢南行，孟京堂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连忙跑过去。老师病危，需要陈教授做手术，你快联系他。谢南行脸上闪过一丝惊讶，随即又被焦急取代。京堂，浩浩突然晕倒了，也需要立刻手术。护士匆匆跑了过来：谢先生，陈教授刚到医院，可现在手术室只有1间，2位病人都急需手术，您看。周雪宁突然跪在了谢南行面前，眼泪直流。南行，求求你，救救浩浩，他还这么小，不能有事啊，我只有他了。谢南行看了孟京堂一眼，犹豫了仅仅1秒，就做出了决定。先给浩浩做手术。孟京堂不敢置信地看着他。谢南行，那我的老师呢？他也很危险。谢南行伸手想把他拉进怀里安抚。京堂，对不起，浩浩还那么小，他不能有事。你放心，等浩浩的手术结束，我立刻安排人给你老师做手术，他一定会没事的。孟京堂猛地推开他的手，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。谢南行，在你心里，我和我在乎的人永远都比不上周雪宁和她的孩子，对不对？谢南行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周雪宁打断：南行，快带浩浩去手术室吧，别耽误了时间。谢南行看了孟京堂一眼，终究还是抱着孩子跟着护士走了。孟京堂站在原地，浑身冰冷。第二面，他不顾自己的哀求，当了别人的救世主，真是可笑。孟京堂不知道自己在手术室外等了多久，他只能祈祷老师能坚持住，祈祷谢南行能信守承诺，可命运终究没有眷顾他。手术室的灯熄灭，医生走出来摇摇头，孟京堂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。他在医院的长椅上坐了很久，直到手机再次响起：京堂，有人要摘我妈妈的心脏，说是要给别人移植。孟京堂猛地站起身，心脏狂跳。你说什么？在哪里？就在重症监护室门口。孟京堂疯了一样冲进去，刚到门口就看到谢南航正和几位医生说着什么，而重症监护室里，老师静静地躺在床上，已经没有生命体征。谢南行，你在干什么？孟京堂走过去，声音嘶哑。谢南行看到他，脸色一变。京堂，你怎么来了？我问你在干什么？孟京堂声音急切，几度呼吸不上来。你是不是要摘我老师的心脏，给别人移植？周雪宁连忙说道。孟小姐，你别误会，浩浩需要进一步治疗。陈教授说，闭嘴。孟京堂厉声打断他，目光死死盯着谢南行。谢南行，我求你不要这么做，老师是我的恩人，你不能这样对他。谢南行的脸上露出一丝为难。京堂，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难接受，可浩浩的情况很特殊，这是唯一能救他的办法。你懂点事儿，人命关天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人命关天？孟京堂气得浑身发抖。那我老师的命就不是命吗？是不是只要他说一句，你就不管不顾了？你还记得当初答应我的吗？他的情绪越来越激动，胸口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，眼前渐渐发黑。在意识消失的前一刻，他看着老师被医生推了出去，看着谢南行将周雪宁紧紧抱在怀里，轻声安抚，然后眼前一黑，彻底失去了意识。在昏迷的最后一刻，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谢南行，我这辈子再也不会原谅你了。孟京堂悠悠转醒，入目是医院雪白的天花板。京堂，你醒了。谢南星的声音在床边响起。孟京堂没有看他，只是将目光落在窗外。感觉怎么样？要不要吃点什么？我做了粥。谢南行伸手想碰他的头试探体温，却被孟京堂偏头躲开。男人的脸色微微一沉，刚想问什么，就被孟京堂嘶哑的声音打断：我的老师在哪里？男人的动作顿住，眼神闪烁了一下。已经火化了，后事办得很体面。体面？孟京堂猛地转头看他，积压的悲愤瞬间爆发。
谢南行，你告诉我什么叫体面？是你眼睁睁看着他等死，转头就把他的心脏摘给别人，这就是你说的体面？因为太过愤怒，孟京堂也顾不得什么规矩，抓起床头柜上的玻璃杯，想也没想就朝谢南行砸了过去，杯子重重砸在他的额头上，鲜血顺着脸颊滑落。谢南行闷哼一声，没躲开也没还手，只是怔怔地看着他，玻璃杯摔在地上。周雪宁尖叫一声，快步跑进来，查看到谢南行的额头。南行，你怎么样？疼不疼？他小心翼翼地伸手触碰，眼神里满是焦急和心疼。孟京堂看着这一幕，只觉得荒谬又恶心。他的老师尸骨未寒，而伤害他的人却被另一个女人温柔呵护。我没事。谢南行按住周雪宁的手，目光复杂地看向孟京堂。京堂，你冷静点。冷静？孟京堂笑了，笑得眼泪直流。谢南行，你让我怎么冷静？我的老师死了，因为你选择了他的孩子，放弃了我的老师。南行。这时周雪宁拉了拉谢南行的衣袖，声音带着惬意。浩浩醒了，他一直喊着要找你，你能不能去看看他？他刚做完手术，情绪不太稳定。谢南行的注意力立刻被转移了。京堂，你先好好休息，我去看看浩浩，回来再跟你解释。说完，他不顾孟京堂震惊的眼神，跟着周雪宁匆匆离开了病房。病房里只剩下孟京堂一个人，他瘫坐在床上，眼泪无声滑落。接下来的几天都是如此。谢南行偶尔会来病房看他，可每次刚坐下没说几句话，就会接到周雪宁的电话，而谢南行永远会第一时间赶过去，把他独自留在病房里。孟京堂的心在这一次次的失望中渐渐变得麻木，原本的7天见面，竟在这短短半个月消耗了3次，但距离父母接他离开却越来越近。这天上午，护士正准备给孟京堂做检查，病房门突然被推开，谢南行带着周雪宁闯进来，脸色阴沉的可怕。京堂，你把浩浩弄到哪里去了？孟京堂愣住了。什么浩浩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还敢装糊涂？谢南行将一张纸扔到他面前。这是有人在浩浩的病房门口发现的信，上面写着要带走浩浩，字迹和你的一模一样，不是你是谁？孟京堂拿起那张纸，上面的字迹模仿的确实有几分相似，但细看就能发现破绽。这不是我的字，是有人故意模仿，栽赃我。他急切地解释。谢南行，你相信我，我不会做这种事。谢南行看着他眼底的急切，眉头皱了皱，似乎有些动摇。他了解孟京堂，他性情温和，绝对不会伤害一个孩子。可就在这时，周雪宁突然瘫坐在地上。南行，你一定要找到浩浩啊，他刚做完手术，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我也活不成了。孟小姐，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？你要这么对我和我的孩子？求求你，把浩浩还给我吧。他哭得肝肠寸断，看起来无比可怜。谢南行的眼神瞬间变了，他看着周雪宁痛苦的模样，最终还是选择了相信他。京堂，事到如今，你还在狡辩？浩浩那么小，你怎么忍心伤害他？果然，一遇到周雪宁的事，他立马将所谓的家族规矩抛之脑后。孟京堂拼命摇头，却压制不住心里的痛苦。谢南行，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？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难道还比不上他的几滴眼泪吗？就在两人争执不下时，一名保镖匆匆跑了进来。谢总，在楼下花坛里发现了一具男孩的尸体。周雪宁尖叫一声，猛地从地上爬起来，疯了一样朝着外面跑去。浩浩，我的浩浩！谢南行也急了，立刻追了出去。孟京堂瘫坐在床上，一种强烈的不安将他死死缠住，让他无法挣脱。没过多久，楼下就传来了周雪宁撕心裂肺的哭声，那声音穿透墙壁，刺得孟京堂耳膜生疼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谢南行回来了，身后还跟着几名警察。谢南行眼神里没有一丝温度，看向孟京堂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。警察同志，就是他涉嫌伤害幼童，导致我朋友的孩子死亡。孟京堂不敢置信地看着谢南行。谢南行，你疯了？不是我做的，是周雪宁栽赃我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在嘴硬。谢南行冷冷地说。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警察将他带走，关进了看守所。孟京堂默默数着，第4面，谢南行将他亲手送进监狱，而这7天成了孟京堂这辈子最黑暗的时光。看守所里的环境恶劣，他每天都吃不饱饭，还要遭受其他犯人的殴打和欺凌。他们抢他的食物，用冷水泼他，把他的被褥扔在地上，甚至在他伤口发炎的时候故意撞他的后背。他没有反抗，也没有力气反抗，心里的疼远比身体的疼痛更甚。第7天，孟京堂被带了出去。孟京堂本以为会看到谢南行，可没想到来人却是周雪宁。周雪宁看着孟京堂，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。孟小姐，没想到你也有今天。孟京堂声音沙哑的几乎听不清。是你，对不对？是你害死了自己的儿子，然后栽赃给我。周雪宁笑得更加得意。没错，浩浩本来就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就算做了手术也活不了多久。与其让他慢慢死去，不如让他发挥最后的价值。孟京堂眼睛通红，充满了愤怒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周雪宁冷哼一声。为什么？当然是为了谢南行的位置，只要我能嫁给他，就能拥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而你不过是他年少时的执念，凭什么霸占他这么久？孟京堂再也忍不住，冲上去狠狠一巴掌扇在了周雪宁的脸上。就在这时，谢南行匆匆赶了过来。谢南行看到眼前的场景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孟京堂，你在干什么？孟京堂抬起头看他。第5面，他不分青红皂白冤枉他。周雪宁立刻换上一副委屈的模样，捂着脸哭了起来。南行，我好心来接孟小姐出去，没想到她竟然打我，我到底哪里得罪她了？孟京堂看着他颠倒黑白的样子，气得浑身发抖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谢南行看向孟京堂的眼神里满是失望。孟京堂，你太过分了，雪宁好心对你，你却这么对她，真让我失望。
周雪宁好心地说。南行，你别怪孟小姐，可能是孟小姐在里面受了委屈，心情不好。我认识几个朋友，他们可以好好教教孟小姐怎么做人，让她不要再这么冲动了。谢南行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点了点头，默许了。孟京堂被周雪宁带到了一栋偏僻的别墅里，别墅里空无一人，只有几个身材高大的保镖。周雪宁声音充满恶意：进去吧，孟小姐，接下来的5天，他们会好好照顾你的。门被关上后，孟京堂陷入了新的炼狱。这5天比在看守所里还要痛苦。那些保镖听从周雪宁的吩咐，对他进行了无休止的折磨。他们不让他睡觉，在他昏昏欲睡时，直接一桶凉水泼醒；在他伤口发炎的时候，故意用酒精擦拭他的伤口，让他承受1000倍痛苦。甚至他们把他带到电击椅上，逼他承认了他没做过的事。孟京堂被折磨得不成人样，身体虚弱到了极点。第5天，谢南行来了。在看到蜷缩在角落里的孟京堂时，他愣住了。京堂，谢南行的心像是被人狠狠剜去一块。我来接你回家。孟京堂缓缓抬起头看向他，嘴唇动了动，可什么也没说出来。第6面，他静静地看着谢南行，眼神里没有恨也没有怨，只有一片死寂的冰冷。谢南行的心在这一刻彻底慌了。孟京堂回到别墅后，被安置在2楼的卧室里。从那天回来后，他就再也没说过一句话，嗓子的伤还没好，心里的伤更是早已溃烂。谢南行每天都会来看他，带来各种食物和补品，却都被他原封不动地放在一边。他试图和孟京堂说话，可他始终一言不发，连看都不看他一眼。谢南行的心里渐渐升起一丝烦躁，却又夹杂着难以言喻的慌乱。他从未见过这样的孟京堂，死寂的让他害怕。这天，孟京堂拖着虚弱的身体下楼找水喝，刚走到楼梯拐角，就听到客厅里传来谢南行和助理的对话：谢总，周小姐那边还在闹，说浩浩没了，他活着也没意义了。助理的声音带着一丝为难，谢南行的声音冰冷而决绝。他说要一个孩子作为补偿，那就给他一个。可是，助理犹豫了一下，孩子不是说有就能有的。我已经问过医生了。谢南行的声音顿了顿，带着一种孟京堂从未听过的冷漠。京堂的身体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，这几天正适合怀孕。孟京堂的身体猛地一僵，他竟然想让他给周雪宁生一个孩子作为补偿，这样会不会太委屈孟小姐了？委屈？谢南行声音里充满了无奈。他害死了浩浩，让雪宁承受了丧子之痛，给雪宁生个孩子作为补偿，已经是对他最宽容的惩罚了。孟京堂转身想跑回房间，却因为身体虚弱，脚下一软，差点摔倒。他扶着墙壁，任凭眼泪肆虐。当晚，孟京堂感觉有人撬开了他的嘴，将一杯水灌进了他的喉咙。没过多久，他就感觉身体变得燥热起来，意识也开始模糊。房门被推开，谢南行走了进来。接下来的日子成了孟京堂的噩梦，他们不知道见了几面。谢南行每天晚上都会给他下药，然后对他进行无休止的折磨。孟京堂每次都在痛苦中挣扎，眼泪浸湿了床单。他不明白，那个曾经对他呵护的男人为什么要这么残忍地对待他。有次，他趁着还有一丝清醒，用尽全身力气抓住谢南行的胳膊。谢南行停下动作，看着他，眼神复杂。京堂，忍一忍，是你伤害了雪宁的孩子，这是你应该付出的代价。代价2个字像一把尖刀，狠狠扎进孟京堂的心脏。他看着他，嘴唇动了动，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。半个月后，医生来检查，告诉谢南行她怀孕了。谢南行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久违的笑容，他走到孟京堂身边，伸手想摸她的肚子，却被他猛地躲开。谢南行语气温柔：京堂，你看，你怀孕了，雪宁很快就会有孩子了，她也不会再难过了。孟京堂看着他，眼神里没有一丝喜悦，只有无尽的悲凉。这个孩子是他用来补偿别人的工具，对他来说只是又一场痛苦的开始。当天下午，周雪宁就来了。他径直走到孟京堂面前，上下打量着他。周雪宁声音带着浓浓的嘲讽：孟小姐，好久不见，没想到你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，脸色这么差，看起来很憔悴啊。也是，怀着别人的孩子，换谁都会不好受吧。孟京堂没有看他，只是手指紧紧攥着衣角。周雪宁俯下身，凑近他的耳边，用只有2人能听到的声音：你是不是很想告诉南行真相？可惜啊，他永远都不会知道了。他现在只相信我，而你所承受的一切都是你自找的。孟京堂猛地抬起头，眼神里满是愤怒和不解。他想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为什么要毁了他的一切，可周雪宁根本不给他机会。突然尖叫一声，身体猛地向后倒去，周雪宁摔倒在地上，痛苦地呻吟起来。啊，孟小姐，你为什么要推我？我只是来看望你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谢南行听到声音，立刻从书房跑了出来。谢南行看到摔倒在地的周雪宁，快步走过去，将她扶起来。雪宁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事？周雪宁靠在谢南行怀里，眼泪汪汪地看着他。我没事，就是肚子有点疼。南行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和孟小姐好好聊聊，没想到她这么恨我，竟然推我。谢南行的目光瞬间变得冰冷。雪宁好心来看你，你竟然对她动手，你就这么容不下她吗？孟京堂拼命摇头，想解释不是他推的，是周雪宁自己摔倒的。周雪宁拉了拉谢南行的衣袖，故作委屈地说：要是看见我被欺负，说不定浩浩和……他的话没说完，谢南行看向身边的保镖，吩咐道：把他从楼梯上扔下去，让他好好反省一下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。孟京堂的瞳孔猛地收缩，他看着谢南行，眼神里满是哀求，可谢南行根本不看他，只是冷冷地对保镖说：动手。2个保镖上前架起孟京堂，朝着楼梯走去。孟京堂拼命挣扎，却无济于事。他被推到楼梯口，身体失去平衡，顺着楼梯滚了下去，身体撞击在台阶上，骨头像是要碎裂一般，疼得他几乎晕厥。更让他绝望的是，
小腹传来一阵剧烈的绞痛，一股暖流从身体里流出。他低头看去，只见身下一片鲜红。孟京堂的心脏像是被彻底碾碎了，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呼喊：“谢南行！”那声音微弱的几乎听不见，却带着无尽的痛苦和绝望。谢南行的身体猛地一僵，他看着满身是血的孟京堂，眼底闪过一丝慌乱。他下意识地想冲下去，却被周雪宁死死拉住。南行，你不能去。周雪宁的声音带着一丝急切。你忘了浩浩是怎么死的吗？忘了阿彻对你的嘱托了吗？谢南行的脚步顿住了，他对着孟京冷冷地说：“你在这里好好反省，等我处理完雪宁的事情再来找你。”说完，他就带着周雪宁离开了。客厅里只剩下孟京堂一人，他躺在冰冷的地板上，意识渐渐模糊，小腹的疼痛和心里的绝望交织在一起，几乎要将他吞噬。他颤抖着伸出手，拨通了父母的电话。电话接通的那一刻，他再也支撑不住。昏迷前，他看到父母焦急的身影朝着他跑来。京堂，我的女儿，快叫救护车！原来到最后，唯一在乎他、心疼他的还是他的父母，而那个他爱了10几年、等了4年的男人，却亲手将他推入了地狱。谢南行，最后一面，我们恩断义绝，永不相见。冷风挡不住车里的沉闷，谢南行看着身边眉头紧锁的周雪宁，心里莫名升起一丝烦躁。刚才孟京堂满身是血的画面，像一根刺，深深扎在他心头。周雪宁带着哭腔的声音在身边响起：“南行，我肚子好疼，会不会有事啊？”周雪宁紧紧抓住他的胳膊，指甲几乎要嵌进他的皮肉里。谢南行皱了皱眉，刚想开口安抚，目光却无意间扫过窗外，一辆熟悉的黑色轿车从旁边驶过，只看了一眼车牌，他就断定那是孟京堂家的车。谢南行心脏猛地一跳，死死盯着那辆车。等等，那辆车的车速不快，但根本看不清里面的人。谢南行心里疑惑着，并不知道他们怎么会在这里，难道是来接孟京堂的吗？谢南行声音带着一丝急切。停车！周雪宁突然哀嚎一声，好疼，南行，我好难受，快送我去医院，我好像要不行了。他的声音凄厉，带着浓浓的恐慌，成功吸引了谢南行的注意力。他看着周雪宁痛苦的模样，想着万一真出了什么事，他没法向死去的朋友交代，心头的那丝急切被压了下去。谢南行咬牙对司机说：“快去最近的医院。”车子加速前行，孟京堂家的车很快就消失在后视镜里。谢南行的目光一直追随着那个方向，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，可他又说不上来。他安慰自己，一定是看错了，说不定只是巧合。可那种不安的感觉却像潮水一样越来越汹涌。车子很快抵达医院，谢南行抱着周雪宁匆匆冲进急诊室。等安排好一切，坐在走廊等待时，他脑子里却不受控制地想起孟京堂。他满身是血的样子一遍遍在他脑海里回放，他是不是对他太残忍了？可这个念头刚冒出来，就被他强行压了下去。谢南行告诉自己，是孟京堂有错在先，这是他应得的惩罚。可为什么他的心里会这么难受，会这么不安？谢先生，周小姐没什么大碍，只是轻微的软组织挫伤，还有点惊吓过度，休息几天就好了。医生走出来对他说道。谢南行松了口气，点了点头，知道了，谢谢医生。说完，他走进病房，周雪宁正靠在床头，看到他进来，眼睛立刻红了。南行，你终于来了，我刚才真的好害怕。谢南行刚想说话，公司那边突然打来紧急电话，电话那头的助理说了几句，谢南行的脸色越来越沉。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过去。挂了电话，他对周雪宁说：“公司有急事，我得先过去一趟，你好好休息，有什么事联系我。”南行，你不能走。周雪宁连忙拉住他的手，我一个人在这里害怕，你再陪我一会儿好不好？谢南行掰开他的手，语气坚定，让护士陪你，我处理完事情就回来。说完，他转身就走，没有丝毫留恋。谢南行刚走到停车场，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从对面住院部大楼走出来，男人侧脸的轮廓像极了孟京堂的父亲，他的心脏又是一跳，下意识想上前打招呼，可脚步却顿住了。孟京堂现在还在别墅里反省，他的家人怎么会来医院？一定是他太想孟京堂了，所以才会看错人。谢南行压下心头的疑虑，开车离开了医院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他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，试图用忙碌来麻痹自己。可周雪宁的电话却像催命符一样，不断的打过来。南行，我肚子又疼了，你能来看看我吗？南行，医院的饭菜太难吃了，你能帮我做份粥吗？南行，我一个人好无聊，你能不能陪我聊聊天？一开始，谢南行还会耐心安抚周雪宁，可渐渐他只觉得无比烦躁。他答应照顾周雪宁，是因为对兄弟的承诺，可这并不代表他要无时无刻的围着他转。第二天，助理匆匆跑进来，脸色凝重地说：“谢总，周小姐在医院里闹着要自杀，幸好被护士及时发现，现在情绪很不稳定，说一定要见您一面。”谢南行的眉头皱得更紧了，心里的厌烦达到了顶点。可他终究不能不管，毕竟周雪宁是兄弟的遗孀，若是真出了什么事，他没法交代，他只能放下手头的工作，驱车赶往医院。病房里，周雪宁坐在床上，眼睛红肿，看起来楚楚可怜。看到谢南行进来，他立刻扑上去，抱着他的腰，哭得梨花带雨。南行，你终于来了，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。谢南行僵在原地，只是冷冷地说：“松开，有话好好说。”周雪宁松开手，泪眼婆娑地看着他。南行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浩浩没了，你也对我越来越冷淡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不如死了算了。你别无理取闹。谢南行的语气带着一丝不耐。我答应过阿彻，会照顾你和浩浩，现在浩浩不在了，我也会继续照顾你，让你衣食无忧。我不要物质保障，我要你陪在我身边。周雪宁激动地喊道。南行，我喜欢你，我知道你心里有孟京堂，可他伤害了浩浩，他不配得到你的爱，你跟他分手，和我在一起好不好？谢南行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他看着周雪宁，眼神里满是失望。周雪宁，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，
我照顾你只是因为阿彻的嘱托，除此之外，我对你没有任何其他的感情。他顿了顿，语气更加决绝。我已经照顾你这么久了，也该回归我的家庭了。以后你有什么事情，直接找医生或者助理，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。说完，他不再看周雪宁震惊和痛苦的表情，转身就走。走出医院，谢南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，他终于可以摆脱周雪宁的纠缠，终于可以好好和孟京堂谈谈了。谢南星突然想起自己已经很久没联系孟京堂了，按照往常，就算他不联系他，他也会主动给他发消息，问他在哪里，吃没吃饭，累不累。可这一次，他却什么都没做，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一种强烈的不安再次涌上心头，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强烈。可还没等谢南星多想，国外的项目突然出了问题，他只能订最早的机票赶过去。出差的几天里，他几乎走遍了当地的大街小巷，买了很多孟京堂爱吃的零食、喜欢的饰品，还有他一直想要的书。他想象着孟京堂看到这些东西时开心的样子，想象着他会像以前一样扑进他怀里对他撒娇。可越是这样想，他心里就越慌。谢南行忍不住给孟京堂发了一条消息：京堂，我在国外出差，给你带了很多礼物，等我回去给你。消息发出去，石沉大海，没有任何回应。他又给他打了一个电话，听筒里传来的却是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。谢南行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，他从来不会关机的，就算生气也不会这么久不联系他。难道他真的出什么事了？一个念头在他脑海里盘旋，让他坐立难安。出差结束，谢南行迫不及待地赶回了国内。下了飞机，他拿着礼物直接驱车赶回家。谢南行推开别墅大门，玄关处静悄悄的，仿佛一个人都没有。京堂，他下意识喊了一声，声音在空旷的客厅里回荡，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以往只要他一叫他的名字，他都会立刻出现，扑进他怀里。可这一次，只有死寂的沉默。谢南行的心猛地一沉，手里的礼物一下掉在地上，可他顾不上收拾，转身就朝着楼上冲去。京堂，孟京堂。卧室的门虚掩着，他推开门，发现里面空荡荡的，没有一丝居住过的痕迹。他又冲进书房，也是空无一人。他跑遍了别墅的每一个角落，喊了无数声他的名字，可回应他的只有自己越来越急促的呼吸声。孟京堂不在，他真的不在。谢南行瘫坐在地板上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不知为何，他突然想起那天孟京堂浑身是血的模样。他踉跄着爬起来，冲下楼。佣人听到动静，纷纷跑了出来，脸上满是惊慌。管家小心翼翼地走上前：“先生，您怎么了？”谢南行猛地转头看向他：“京堂呢？他在哪里？”管家被他的样子吓到了，嘴唇哆嗦着，说不出话来。一个年纪稍大的佣人忍不住哭了出来，快步走到谢南行面前，哽咽着：“先生，那天孟小姐她浑身是血的躺在楼梯下，我们都吓坏了，想上前帮忙，却听到她打了个电话。没过多久，孟先生和孟太太就来了，他们把夫人抱上车，送去医院了。”谢南行抓住佣人的胳膊，急切地追问：“医院？哪个医院？他怎么样了？什么时候回来？”佣人被他抓得生疼，却不敢挣扎，只是摇了摇头，泪水不停往下掉。我们不知道，他们走得很匆忙，没有告诉我们医院的名字，也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。我们只隐约听到孟小姐说再也不回来了。谢南行喃喃地重复着这句话，再也不回来了。心脏像是被一把锋利的刀狠狠刺穿。他想起那天看到的孟京堂家的车，想起那个像孟京堂父亲的身影，想起他给他发消息、打电话都石沉大海。原来不是他看错了，也不是他想多了，孟京堂真的出事了，他的家人真的来接他了，而他却因为周雪宁的纠缠，一次次选择了抛弃他。一股强烈的悔恨和自责涌上心头。谢南行捂着头蹲在地上，痛苦地嘶吼着：“京堂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他一遍遍道歉，可他知道此刻再多的对不起也于事无补。想到这儿，谢南行拨通了助理的电话，立刻派人去查孟京堂的下落，查他去了哪家医院，现在在哪里，查到任何消息立刻告诉我，不惜一切代价。挂了电话，他烦躁地在客厅里踱步，脑子里全是孟京堂的样子，每想一次他的心就疼得更厉害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又响了，是助理打来的：“谢总，不好了，周小姐她在医院的天台上，说您要是不来见她，她就要跳下去了。”谢南行眉头紧皱，心里只剩厌烦和愤怒。这个女人总是在他最关键的时候给他惹麻烦，让他跳。谢南行咬牙切齿，既然他想跳，那就不要管他。谢总，不行啊！助理急得快哭了。周小姐情绪很激动，已经站在天台边缘了，我们拦不住她。助理说罢，发给她一段视频。视频里，周雪宁站在天台的栏杆外，头发凌乱，脸色苍白，而她的脚下就是几十米高的楼层，看得人胆战心惊。谢南行的拳头紧紧攥起，疼痛让他瞬间清醒了几分。他不能让周雪宁死，至少不能让她死在这个时候。于是，谢南行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中翻涌的情绪，对助理说：“告诉他，我马上过去。”挂了电话，他驱车赶往医院。可这一路上，脑海里全是孟京堂的身影。他是真的想彻底离开他了吗？因为他的不信任，他的残忍，他的偏袒。车子很快抵达医院，天台的入口被警察和医护人员围得水泄不通。谢南行挤了进去，看到周雪宁正站在栏杆外，看到他来，周雪宁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。南行，你终于来了。下来。谢南行的语气冰冷，没有一丝温度。有什么事，下来再说。周雪宁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慢慢爬了下来，被医护人员扶到一边。谢南行走上前，强压着心中的怒火问道：“你又想耍什么花招？”南行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太害怕了。我知道孟京堂已经离开你了，你现在心里肯定不好受，我只是想让你多陪陪我。谢南行的身体猛地一僵，眼神瞬间变得锐利。你怎么知道他离开了？周雪宁的眼神闪烁了一下，低下头，小声说：“那天你送我来医院的时候，我在病房里看到了孟小姐和她的父母，我还以为你知道这件事，所以就没告诉你。”你看到了？谢南行的声音颤抖着，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住。你看到他了？他那个时候怎么样？他去了哪里？我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周雪宁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我只是看到他们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医院。我怕告诉你之后你会去找他。孟小姐那么恨我，她回来之后肯定会伤害我，所以我就没敢说。没敢说。
谢南行猛地提高了音量，眼神里满是难以置信。周雪宁，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？谢南行的身体晃了晃，一股强烈的眩晕感袭来，他终于明白自己错的有多离谱。滚！谢南行的声音沙哑的几乎听不见。从今往后，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说完，他看了周雪宁一眼，转身就走。孟京堂在一片模糊的光影中睁开眼，映入眼帘的是父母的背影，他们正站在病床边，低声交谈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却还是一字不落钻进他的耳朵里。等京堂醒了，我们就立刻去国外，再也不回来了。父亲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，再也不让他跟谢南行有任何牵扯了。母亲的声音带着哽咽，想想他那天浑身是血的样子，我就后怕。谢南行这个名字像一根细针，猝不及防刺进孟京堂的心脏。那些画面在脑海里飞速闪过，泪水不受控制地涌出眼眶，浸湿了枕巾。可仅仅几秒后，他抬手用手背狠狠擦掉眼泪。爸妈，孟京堂轻轻开口。孟父孟母猛地转头，见他醒来，脸上瞬间堆满狂喜与心疼。京堂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母亲扑到床边，紧紧握住他的手。我没事。孟京堂摇摇头，嘴角扯出一抹极淡的笑，就是有点累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母亲反复念叨着，眼泪却掉了下来。你不知道，我和你爸都快吓死了，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都过去了。孟京堂拍了拍母亲的手背，语气很轻。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他顿了顿，主动问道：爸，我们什么时候出国？孟父愣了一下，随即眼中闪过一丝欣慰。等你出院就走，手续都已经办好了。不过在离开之前，我们给谢南行准备了一份礼物。孟京堂的眼神暗了暗，没有说话，只是轻轻嗯了一声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孟京堂在医院安心休养。出院那天，一家三口拎着简单的行李，踏上了飞往国外的航班。飞机起飞的那一刻，孟京堂看着窗外逐渐缩小的城市，轻轻闭上眼。与此同时，谢氏集团的会议室里，谢南行坐在主位上，与合作方谈笑风生。可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他的心思根本不在谈判上。助理已经查了好几天，却只知道孟京堂被父母接走了。他的心里像压着一块巨石，沉甸甸的，让他喘不过气。就在这时，会议室的门被轻轻敲响。助理拿着一个包裹进来，谢总，有您的包裹，需要您亲自签收。等会儿再说。谢南行皱了皱眉，他现在没心思管什么包裹，满脑子都是孟京堂。可是谢总，助理的声音压低了几分。快递员说这是孟小姐寄来的。谢南行不顾合作方诧异的目光，一把夺过包裹，给我。包裹不大，却异常沉重。谢南行的手指有些颤抖，他迫不及待地拆开包装，里面露出一个透明的玻璃罐。当看清罐子里的东西时，谢南行的身体瞬间僵住。罐子里装着的是一个被福尔马林泡着的胎儿，看着触目惊心，那是他和孟京堂的孩子。谢南行大脑一片空白，一股强烈的恶心感涌上心头。他伸手想要触摸那个玻璃罐，却又在半空中停住，指尖颤抖得厉害。就在这时，一阵细微的电流声响起，声音在安静会议室里回荡：是你对不对？是你害死了自己的儿子，然后栽赃给我。没错，浩浩本来就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就算做了手术也活不了多久。与其让他慢慢死去，不如让他发挥最后的价值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当然是为了谢南行的位置。只要我能嫁给他，就能拥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而你不过是他年少时执念，凭什么霸占他这么久？谢南行站在原地，眼睛死死盯着录音笔。原来一切都是假的，浩浩不是孟京堂杀的，是周雪宁自导自演的一场戏。甚至他被送进看守所的那几天，受到的也是非人的折磨。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周雪宁的谎言。谢南行再也忍不住，弯腰剧烈的呕吐起来。合作方吓得脸色发白，纷纷站起身离开了会议室。会议室里只剩下谢南行一个人，还有那个装着胎儿的玻璃罐。京堂，他喃喃地喊着孟京堂的名字，泪水不受控制地涌出眼眶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他错了，错得离谱，错得万劫不复。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，亲手推开了那个最爱他的女人。现在他走了，带着所有的伤痛和绝望，离开了他的世界，再也不会回来了。谢南行抱着那个玻璃罐，蹲在地上失声痛哭起来，哭声凄厉而绝望，在空旷的会议室里回荡，久久不散。痛苦过后，谢南行带着玻璃罐，直奔周雪宁所在的医院。他的脑海里反复回放着从前的场景，每一个画面都像一把锋利的刀，狠狠剜着他的心。车子停在医院楼下，谢南行大步流星地冲进住院部，刚走到周雪宁病房门口，就听到里面传来他尖细的声音：对，就是那种药，一定要给谢南行用上，让他这辈子都离不开我。孟京堂那个贱人都已经跑了，谢南行只能是我的。谢南行的脚步猛地顿住，眼底的怒火瞬间燃烧到了顶点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他还在算计，还在想着纠缠他，甚至还想用药控制他。谢南行抬脚狠狠踹开病房门，门撞在墙壁上，发出刺耳的声响。周雪宁听到声音，猛地转头，当眼神冰冷的谢南行时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南行，你怎么来了？谢南行声音沙哑，带着浓浓的戾气。你在干什么？周雪宁眼神闪烁，支支吾吾地说：没什么，就是跟朋友打个电话，聊聊天而已。谢南行冷笑一声，语气里满是嘲讽。聊天？聊怎么用药控制我？聊怎么除掉孟京堂？周雪宁的脸色更加惨白，嘴唇哆嗦着，说不出话来。谢南行不再看他，径直将怀里的玻璃罐放在床头柜上。谢南行指着那个玻璃罐：这是给你的礼物，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孩子吗？你不是让我补偿你吗？现在孩子来了，你好好照顾。周雪宁的目光落在玻璃罐上，当看清里面的东西时，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。周雪宁一声凄厉的尖叫从喉咙里爆发出来，双手死死捂住眼睛，身体控制不住的颤抖起来。不要，拿走，快把它拿走。那个蜷缩的胎儿像一道催命符，狠狠砸在他心上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谢南行竟然会把这个东西带来给他。怎么不想要？谢南行一步步逼近他，眼神里满是恨意。你当初不是哭着喊着要我给你一个孩子吗？现在我满足你了，你怎么又不要了？
周雪宁拼命摇头，眼泪鼻涕一起流下来。这不是我的孩子，我不要这个怪物，是孟京堂，一定是孟京堂故意送来恶心我的，他不得好死。闭嘴！谢南行猛地怒吼一声，眼神里的怒火几乎要将他吞噬。这个女人到了现在还在诋毁孟京堂，你没有资格这么说她。谢南行的声音冰冷刺骨。周雪宁，你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吗？他掏出怀里的录音笔，摁下播放键。周雪宁恶毒的声音再次响起。周雪宁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。她怎么会有这个录音？她怎么会知道所有真相？你听到了吗？谢南行声音里满是嘲讽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在怪京堂？明明是你自己亲手杀死了你的孩子，现在却把所有的错都推到他头上，真是恶毒至极。我怎么也没想到，阿彻那么好的人，竟然娶了你这样一个蛇蝎心肠的女人。谢南行的声音带着无尽的悔恨。我更没想到，我竟然信了你这么久。不是这样的。周雪宁突然尖叫起来，疯狂的摇头。是孟京堂，都是孟京堂的错。如果不是他，你就会爱上我；如果不是他，浩浩也不会死。是他毁了我的一切。他还在狡辩，还在推卸责任。谢南星的耐心彻底耗尽，心中的怒火再也无法抑制。他一把掐住周雪宁的脖子，将她狠狠按在墙壁上。周雪宁的喉咙被死死扼住，脸色涨得通红。他的双手拼命拍打着谢南星的手臂，想要挣脱，嘴里却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。谢南星眼神冰冷，语气里满是决绝。到现在还不认错？那让我来告诉你，你错在哪里。第一，你不该伤害京堂，他那么善良，你却用那么恶毒的手段陷害他，毁了他的一切。第二，你不该借着阿彻的名义纠缠我，他是我最好的兄弟，你却利用他的死来达到你的目的。第三，你不该伤害浩浩，他是阿彻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唯一痕迹，你却为了你的私欲亲手杀死了他。每说一句，他掐着周雪宁脖子的手就收紧一分。周雪宁的呼吸越来越困难，她能感觉到死亡正在逼近。周雪宁艰难地挤出几个字，声音微弱的几乎听不见。我错了。可谢南行像是没有听到一样，眼神里没有一丝松动。他恨不得立刻掐死他，为孟京堂报仇，为那个未出世的孩子报仇，为死去的兄弟报仇。周雪宁的眼神开始涣散，身体软软的瘫下去，眼看就要昏死过去。就在这时，谢南行的手猛地一松，周雪宁像一滩烂泥一样瘫倒在地上。他捂着脖子剧烈的咳嗽着，眼泪和鼻涕呼了一脸，狼狈不堪。谢南行站在他面前，怒火未消，却多了一丝绝望。还没等周雪宁缓过来，谢南行便带着他前往城郊的墓园。下车后，一行人最终停在一座墓碑前，墓碑上的人笑得温和，正是周雪宁的丈夫。谢南行声音冰冷的没有一丝温度。跪下。周雪宁看着墓碑上丈夫的照片，身体控制不住的发抖，却倔强的不肯跪下。我不跪，我没错。没错。谢南行冷笑一声，你亲手杀死了他唯一的孩子，毁掉了我和京堂的一切，你竟然说你没错。他转头看向身后的保镖，压着他，让他给阿彻磕头道歉，磕到我满意为止。是，谢总。两个保镖上前，一左一右架住周雪宁的胳膊，强行将她按跪在地。不，我不要。谢南行，你放开我。周雪宁拼命挣扎，却无济于事。保镖按着她的后颈，猛地往下一压，咚的一声闷响，周雪宁的额头重重磕在墓碑前的石板上。道歉。谢南行的声音依旧冰冷。周雪宁咬着牙，死死盯着墓碑上的照片，不肯出声。又是一声，额头狠狠撞在石板上。道歉。谢南行的声音提高了几分，眼底的怒火再次燃起。周雪宁的额头已经红了一片，疼痛让她眼泪直流，可她还是不肯低头。我没错，他早就不爱我了，浩浩也只是个累赘。谢南行狠狠一巴掌扇在周雪宁脸上，打得她偏过头。你不配提阿彻，更不配提爱。他的声音带着无尽的失望与愤怒。你这种自私自利、蛇蝎心肠的女人，根本不懂什么是爱。他对保镖使了个眼色，磕头声不断响起。周雪宁的额头很快就红肿起来，她能感觉到额头传来的剧痛，每一次碰撞都像是要把她的头骨击碎，可她还是咬着牙不肯道歉。直到磕到第50下时，她的额头已经血肉模糊。我错了，阿彻，我错了。周雪宁她哭着喊道，我不该杀浩浩，我不该伤害孟京堂，求你原谅我，求你让谢南行放过我。谢南行听着他迟来的忏悔，眼底却没有丝毫动容。这些道歉来得太晚了，阿彻听不到了，那个未出世的孩子听不到了，孟京堂也听不到了。他沉默了许久，直到周雪宁哭得几乎晕厥过去，才对保镖说停。保镖松开手，周雪宁倒在地上，额头的血顺着脸颊滑落，滴在石板上与雨水交融。谢南行没有看他，只是对着墓碑深深鞠了一躬。阿彻，对不起，我没有照顾好浩浩，没有看清这个女人的真面目，让你失望了。说完，他转身对保镖说，把她带走，去祠堂。周雪宁一听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挣扎着想要爬起来。不，我不去祠堂，那里全是死人的灵牌，我害怕。谢南行，求你不要把我扔在那里。谢南行没有回头，只是冷冷地说，在那里好好反省，什么时候真正知道自己错了，什么时候再出来。车子再次启动，朝着祠堂驶去。祠堂坐落在半山腰，常年无人居住，里面供奉着谢家历代先人的灵牌，阴森而肃穆。谢南行将周雪宁推进祠堂，反手锁上了门。不要，谢南行，开门。周雪宁拼命拍打着门板，声音里满是恐惧。我害怕，我不要待在这里，求你放我出去。门外，谢南行的脚步顿了顿，却没有回头。回到空荡荡的别墅，谢南行的情绪彻底崩溃了。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不吃不喝整整3天。他一边让助理寻找孟京堂的下落，一边一次次联系孟家，想要知道孟京堂的消息，可每次得到的都是孟家冰冷的拒绝。最终，谢南行是一无所获。就在他近乎绝望的时候，助理突然发来一张模糊的照片。谢总，有人在国外看到了一个很像孟小姐的身影，这是目击者拍的照片。谢南行的心脏猛地一跳，他颤抖着点开照片，照片里的女人侧脸轮廓与孟京堂一模一样，是她，一定是她。谢南行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，积压了许久的绝望终于被一丝希望取代。他立刻决定出国去找她。
可当他把这个决定告诉家里人时，却遭到了强烈的反对。谢老爷子坐在主位上，脸色铁青，不行，你不能出国，谢家的产业还需要你打理，你怎么能为了一个女人置家族利益于不顾？更何况孟家已经明确表示不想再和你有牵扯，你去了也是自取其辱。谢南行眼神坚定，爷爷，我必须去。金堂是我这辈子最爱的女人，我必须找到她，求得她的原谅。如果找不到她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安心。谢老爷子气得拍案而起，你简直无可救药！如果你非要出国，就必须受家法处置。99鞭，你能受得住就去，受不住就留在家里，安分守己的打理产业。谢南行的身体猛地一僵，他知道谢家的家法有多严厉，99鞭下去，不死也得脱层皮。可一想到孟京堂，这点痛苦又算得了什么？只要能让我去找金堂，别说99鞭，就是199鞭，我也接受。谢老爷子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固执，最终还是下令来人上家法。2个家族长辈拿着长鞭走了进来，谢南行脱下上衣，赤裸着后背跪在地上，没有丝毫犹豫，鞭子落在背上的声音清晰可见，每一次抽打都带来撕心裂肺的疼痛。谢南行的身体控制不住的颤抖，可他咬着牙，没有发出一声求饶。最后一鞭落下时，谢南行再也支撑不住。谢老爷子看着他狼狈的模样，语气复杂，现在你满意了？谢南行艰难地抬起头，挤出一句话，爷爷，我要去国外。谢老爷子叹了口气，终究还是没能诱过他，去吧，记住，无论结果如何，都是你的造化。谢南行没有说话，只是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，回了房间。他简单地处理了一下伤口，然后立刻订了飞往国外的机票。航班落地后，谢南行顾不上后背的伤，披上外套，便催促司机直奔晚宴场地。上飞机前，他刚从助理那里得知，今晚孟京堂会出席一个商业晚宴。此刻，他只想马上见到他，把一切都说清楚。推开大门的瞬间，谢南行目光径直落在宴会厅中央的钢琴旁。那一刻，他的呼吸骤然停滞。孟京堂就坐在那里，他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，眉眼舒展，多了几分从容与自信。他身边的是池玉范。台下的宾客们纷纷驻足，低声议论着这对璧人。谢南行站在门口，心口的疼痛更加剧烈。孟京堂无意间扫过门口，当看清那个熟悉的身影时，指尖猛地一顿，一个错音打破了旋律。池玉范察觉到他的异常，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正好对上谢南行那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。一曲终了，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。谢南行猛地回过神，想要冲上去打一声招呼，可他的脚步还没迈开，就被几个宾客拦住了去路。池先生，孟小姐，你们这默契真是绝了。是啊是啊，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。孟京堂下意识想要解释，池玉范却先一步开口。谢谢大家的祝福，我和京堂确实在互相了解中，有好消息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。他说着，自然的抬手轻轻揽住了孟京堂的腰。孟京堂没有挣扎，只是微微垂下眼帘，避开了众人的目光。这一幕落在谢南行眼里，像一把烧红的烙铁，狠狠烫在他的心上。他嫉妒池玉范，嫉妒他能陪在孟京堂身边，而他只能站在这里，看着属于他的女孩成了别人的风景。就在孟京堂准备和他一起离开时，谢南星再也忍不住了，他猛地拨开人群，在孟京堂迈出脚步的那一刻，死死抓住了他的手腕。京堂，谢南星的声音沙哑的厉害，带着颤抖和哀求。给我5分钟，就5分钟，我想和你谈谈，好不好？孟京堂的身体猛地一僵，被他抓住的手腕传来一阵刺痛。他抬起头看向他，眼神里没有丝毫波澜。没这个必要。有必要，很有必要。谢南行急切地说道。京堂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该相信周雪宁，不该伤害你，更不该亲手杀死他们的孩子。这句话堵在喉咙里，怎么也说不出口。谢南行，放手。孟京堂的语气冷了下来，眼神里多了一丝厌恶。还请自重。我不放。谢南行的情绪越来越激动，声音也提高了几分。京堂，我为了找你受了99鞭，这些与我无关。孟京堂打断他，语气平淡的像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情。谢南行，你是不是忘了，早在你让警察把我带走，关我进看守所的那一刻，我们之间就已经结束了。他的声音很轻，却像一把锋利的刀，精准地刺穿了谢南行的心脏。说完，他猛地用力挣脱了谢南行的手。孟京堂没有再看他，转身对池玉范露出一个歉意的笑容，然后跟着池玉范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谢南行僵在原地，手臂还保持着刚才抓住他的姿势。周围传来一阵笑声和议论声，宾客们眼神里带着好奇、嘲讽和同情。那些议论声像针一样，一根根扎进他的心里，可他却毫不在乎。他看着孟京堂和池玉范的身影消失在门口，终于明白自己当初到底做了多么离谱的事情。谢南行蹲下身，双手捂住脸，肩膀控制不住的颤抖。周围的笑声还在继续，可他什么也听不见了。晚宴散场后，谢南行独自一人回到酒店，他拨通助理的电话，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焦躁。立刻给我查池玉范的所有资料。他不相信那个曾经满眼都是他的孟京堂会真的接受另一个男人。助理连夜调取资料，第二天一早便将一份详细的文件发给了谢南行。池玉范，池氏集团唯一继承人，含着金汤匙出生，从小接受顶尖教育，不仅在金融科技领域深耕多年，更难得的是他的私生活干净的像一张白纸，至今没有任何绯闻。而最让谢南行崩溃的是末尾的一行字：据可靠消息，池孟两家有意联姻，目前双方已进入深入洽谈阶段。谢南行猛地将手机砸向地面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孟京堂怎么可以在离开他之后立刻就接受别人的追求？他知道自己错了，可他以为他心里多少还会有他的位置，以为他会等他来弥补，可现实却给了他狠狠一击。谢南行想起池玉范温文尔雅的模样，比起池玉范，他自己简直卑劣到了极点。谢南行当晚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终于还是忍不住拨通了那个他烂熟于心的号码。谢南行电话接通的瞬间，心脏猛地一跳，可仅仅1秒钟，电话就被挂断了。谢南行心沉了下去，不死心，又连续拨打了几次，每次都是刚接通就被挂断。他知道孟京堂是故意的，他不想接他的电话，不想再和他有任何牵扯，可他还是不肯放
放弃，谢南行从助理那里要了一个新的手机号，再次拨打了孟京堂的电话。谢南行这一次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通，孟京堂电话音，熟悉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。喂，谢南行激动的手都在颤抖，小心翼翼地叫了一声京堂，仅仅2个字，耗尽了所有力气。谢南行话音刚落，电话就再次被挂断了。他连让他多说一句话的机会都不肯给。谢南行第二天一早驱车前往孟家在国外的住址。谢南行抱着最后一丝希望，希望能在这里见到孟京堂，希望能当面跟他解释。孟父看到门外的谢南行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谢南行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谢南行刚想开口，孟伯父，我被孟父打断。孟父侧身让他进来，眼神里的厌恶毫不掩饰。进来吧。谢南行走进客厅，没有看到孟京堂的身影，心里顿时涌上一股失落。京堂不在家，孟父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，冷冷地说道：“他在外面有了自己的公寓，早就不在这里住了。”谢南行的心沉了下去，可他还是不死心。孟伯父，我找京堂有很重要的事情，能不能麻烦您告诉我他的地址，或者帮我联系一下他？联系他？孟父猛地一拍桌子，怒视着他。谢南行，你还有脸来找京堂？你还有脸联系他？孟母听到声音从楼上走下来，看到谢南星，脸色也瞬间变得难看。谢南行，我们当初真是瞎了眼，才会相信你，才会同意让京堂跟你在一起。孟母的声音带着哽咽，你当初是怎么跟我们保证的？你说你会一辈子对京堂好，会永远珍惜他，让他幸福。可你呢？你是怎么对他的？谢南行眼神里闪过一丝愧疚，低着头不敢看孟父孟母的眼睛。京堂到国外之后，把遭受的一切都告诉我们了。孟父的声音颤抖着，带着难以抑制的震怒。你把他关起来，逼他给别的女人生孩子，还把他送进看守所。每说一句话，孟父的语气就重一分。这些事情都是孟京堂亲口告诉他父母的。他能想象到他在讲述这些的时候，心里有多痛苦，有多绝望。孟母的眼泪掉了下来。京堂是我们捧在手心里长大的，我们舍不得让他受一点委屈，可到了你那里，他却承受了那么多痛苦和伤害。你对得起我们对你的信任吗？谢南行哽咽着说道，声音沙哑的几乎听不见。孟伯父，孟伯母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该冤枉京堂，不该伤害他。孟父打断他，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伤害已经造成了，京堂受的苦已经无法挽回了。孟母声音带着决绝，我们孟家再也不想和你有任何牵扯。谢南行，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，不要再去找京堂了。他现在过得很好，有池先生照顾他，我们很放心。又是池玉饭。谢南行猛地抬起头，眼神里带着偏执。我不能放弃，我爱京堂，我不能失去他。孟伯父，孟伯母，求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弥补他，一定会让他幸福的。孟父冷笑一声，眼神里满是嘲讽。幸福？你给不了他幸福，你只会给他带来痛苦和伤害。谢南行，你走吧，我们不想再见到你。如果你再敢去打扰京堂，我们就对你不客气了。说完，孟父做出了送客的手势，请你离开。谢南行看着孟父孟母冰冷的眼神，踉跄着站起身，朝着门口走去。走出孟家别墅后，明明阳光刺眼，可谢南行却觉得浑身冰冷。他抬头看向天空，眼泪再次滑落。第一次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几天后，谢南行终于查到了孟京堂工作的地方。从那天起，每天他都会守在公司楼下，等着孟京堂的出现。孟京堂很快就发现了他，一开始他只是当作没看见，可谢南行的坚持让他越来越不耐烦。终于，在一个下着小雨的晚上，孟京堂走到了他面前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他的声音冰冷，带着一丝疲惫。谢南行看到他主动跟自己说话，眼睛瞬间亮了起来。京堂，我只是想看看你。看也看过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孟京堂转身就要走。京堂，谢南行连忙拉住他的手腕，语气急切。我想跟你谈谈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跟你谈。他挣开他的手，率先朝着不远处的一家咖啡馆走去。咖啡馆里很安静，两人相对而坐。说吧，你想谈什么？孟京堂端起咖啡，轻轻抿了一口。京堂，我知道我以前做了很多错事。谢南行的声音沙哑，眼神里满是愧疚与悔恨。我不求你立刻原谅我，只求你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，让我重新追求你，好不好？孟京堂抬眸看向他，眼神里没有丝毫动容。谢南行，你觉得可能吗？他的声音很轻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。我对你的感情，在那些日复一日的伤害中，早就被消磨殆尽了。现在的我，只想过平静的生活，不想再和你有任何牵扯。所以，你放过我，也放过你自己，好不好？谢南行的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住，疼得他几乎无法呼吸。他摇着头，眼神里满是痛苦。不好，我做不到。京堂，我不能没有你，没有你的日子，我生不如死。那是你的事，与我无关。孟京堂站起身，声音泛着冷意。我说完了，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了。说完，他转身就走，没有丝毫留恋。谢南行看着他决绝的背影，站起身追了出去。他跟着孟京堂回到公寓楼下，就在他准备跟上去的时候，池玉饭却突然出现。两人并肩走进了楼道，说说笑笑，默契十足。谢南行的眼睛瞬间红了，他就这样在楼下站了一夜。天快亮的时候，他抬起头看向公寓的窗户，窗帘拉开了一角，他清楚地看到孟京堂依偎在池玉饭怀里，两人相拥而吻，画面温馨的刺眼。那一刻，谢南行彻底疯了。他看着那一幕，转身从车里拿出汽油和打火机。既然他得不到，别人也别想得到。他将汽油泼在公寓楼下，然后点燃了打火机。谢南行站在火光中，脸上露出一丝疯狂的笑容。可他没想到的是，孟京堂和池玉饭听到动静，很快就从公寓里跑了出来。孟京堂的脸上没有丝毫的惊慌，他冷静地拿出手机，拨打了报警电话。喂，警察吗？这里有人纵火。地址是……警察很快就赶到了，在将谢南行带走前，他转头看向孟京堂。京堂，你真的这么狠心吗？孟京堂没有看他，只是挽着池玉饭的胳膊离开了。谢南行被关在了看守所里，在里面的日子，他度日如年。直到有一天，助理终于将他保释了出来。
走出看守所的大门，助理小心翼翼地递过来一份报纸。谢总，您还是看看吧。谢南行接过报纸，目光落在头版头条上，池氏集团继承人池玉范与孟氏集团千金孟京堂婚礼将于近日举行。谢南行的瞳孔猛地收缩，他疯狂地撕扯着报纸。不，这不可能，京堂是我的，她不能嫁给别人。他像一头失控的野兽，不甘心却又于事无补。婚礼当天，孟京堂挽着父亲的胳膊，一步步走向红毯尽头的池玉范。就在这时，教堂的大门被猛地推开，谢南行穿着一身破旧的西装，头发凌乱，径直朝着孟京堂冲了过去。谢南行声音嘶哑，却几近哀求：京堂，不要嫁给他，跟我走，我不能没有你，我会弥补你所有的伤害。可他还没到孟京堂面前，就被几个保镖拦住了。谢南行拼命挣扎，想要推开保镖，可他浑身是伤，根本不是保镖的对手。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孟京堂站在池玉范身边，看着他们交换戒指，看着他们亲吻。孟京堂转过头看向他，眼神里没有丝毫的波澜，只有一片冰冷的厌恶。那眼神彻底击垮了谢南行，他停止了挣扎，瘫坐在地上，看着孟京堂和池玉范相视而笑的样子，心里只剩下无尽的悔恨。婚礼结束后，孟京堂和池玉范坐上婚车，准备开启他们的蜜月之旅。谢南行看着远去的婚车，眼里的疯狂再次燃起，他不能让他们就这样幸福的在一起。于是他冲进自己的车里，发动引擎，朝着婚车追了上去。池玉范察觉到后面有车在疯狂追赶，连忙加快了车速，两辆车在马路上疾驰，距离越来越近。谢南行看着前方的婚车，脸上露出一丝疯狂的笑容，他猛地踩下油门，朝着婚车的尾部撞了上去。婚车被撞得失去了控制，最终撞在了路边的护栏上。谢南行的车也因为巨大的冲击力，车头严重变形，安全气囊弹了出来，将他死死地卡在座位上。他挣扎着想要从车里爬出来，想要去看看孟京堂怎么样了，可他刚伸出手，就看到池玉范从婚车里走了出来。池玉范虽然也受了伤，却第一时间冲向副驾驶，小心翼翼地将孟京堂抱了出来。孟京堂看起来没有大碍，只是受到了惊吓，脸色有些苍白。池玉范紧紧地抱着他，眼神里满是担忧与心疼。谢南行看着这一幕，心里的最后一丝希望也彻底熄灭了。他躺在车里，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。如果当初他没有被周雪宁蒙蔽，如果当初他选择相信孟京堂，如果当初他没有伤害他，可是没有如果，他的执念，他的疯狂，最终毁掉了一切。警笛声和救护车的声音越来越近，谢南行的意识渐渐模糊。在他失去意识的最后一刻，他仿佛看到了孟京堂温柔的笑容，可那笑容很快就变成了厌恶。他知道他这一辈子都失去他了。孟京堂醒来时，天色已经暗了，他挣扎着想要下床，却被守在床边的谢南行拦住了。你要去哪里？谢南行的声音沙哑，下意识按住他冰冷的手，他的手里还端着一碗温热的粥，是特意按照孟京堂以前的口味做的。我要去找玉范，他怎么样了？孟京堂的语气冰冷，没有看他手里的粥，也没有看他一眼。他也被救出来了，没什么大碍，医生说需要静养。谢南行将粥递到他面前，你刚醒啊，先喝点粥吧。孟京堂没有接，只是绕过他，想要往外走。我要去看他。谢南行再次拦住他，眼神里带着一丝不甘与痛苦。池玉范在你心里就这么重要吗？比你的身体还重要？孟京堂停下脚步，转过头看向他，眼神里没有丝毫波澜。他是我的老公，是我这辈子要共度一生的人，他的安全自然比什么都重要。老公两个字像两把重锤，狠狠砸在谢南行的心上。他手里的碗掉在地上，粥洒了一地，热气氤氲，却暖不了他冰冷的心。他看着孟京堂决绝的背影，心里最后一丝执念似乎在这一刻被彻底击碎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谢南行一直守在医院里，默默地关注着孟京堂和池玉范。他看到孟京堂每天悉心照料池玉范，为他喂饭，陪他看书，场面温馨的让他心疼。他知道自己是真的彻底失去他了。这天晚上，孟京堂正陪着池玉范在病房里吃饭，突然走廊里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和尖叫声。着火了！池玉范挣扎着想要下床，却因为腿伤无法站立。火势蔓延得很快，浓烟迅速涌进病房，呛得两人剧烈咳嗽。房门被大火堵住，根本无法打开。孟京堂的脸上露出一丝惊慌，他扶着池玉范，想要寻找逃生的办法，可病房里除了窗户，没有其他出口。就在这时，病房的门被猛地踹开了。谢南行脸上沾着灰尘，眼神里却带着一丝急切与坚定。京堂，快跟我走！谢南行立即冲到孟京堂身边，想要拉着他往外跑。不行，要走一起走，我不能丢下玉范。孟京堂紧紧扶着池玉范，不肯跟他走。他的腿不方便，带着他走不了。谢南行的声音急促，浓烟已经让他呼吸困难。我先带你出去，再回来救他。不，我不走，要走一起走。孟京堂的态度很坚决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疯狂的笑声从浓烟中传来。周雪宁从门外冲进来，她的头发凌乱，手里拿着一个打火机。想走没那么容易。周雪宁的声音尖利，看向谢南行的眼神几乎疯狂。谢南行，你为了他把我关在祠堂里那么久，让我生不如死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死在这里。他一边说，一边朝着两人扑过来。孟京堂被他疯狂的模样吓得浑身发抖，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。谢南行立刻挡在孟京堂和池玉范身前。周雪宁，你疯了？我是疯了，是你们逼疯我的。周雪宁嘶吼着，朝着谢南行扑过来，手里的打火机朝着他的身上划去。谢南行下意识地抬手去挡，手臂被打火机烫伤，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。他趁机抓住周雪宁的手腕，将他手里的打火机夺了下来，狠狠摔在地上。你这个疯女人！谢南行的力气很大，死死地按住周雪宁，不让她动弹。周雪宁嘴里不停地咒骂着，想要挣脱他的束缚。火势越来越大，浓烟越来越浓。谢南行知道，再不走，所有人都会葬身火海。京堂，你带着池玉范从窗户爬下去，下面有小楼梯。谢南行朝着孟京堂喊道：“我来拦住他。”那你怎么办？孟京堂的眼神里闪过一丝犹豫。别管我，快走吧。
谢南行的手臂被周雪宁咬伤，鲜血直流，可他还是死死地按住他。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池玉范看着谢南行，眼神里满是复杂。谢南行，快走！谢南行怒吼道。孟金堂咬了咬牙，扶着池玉范，艰难地朝着窗户走去。他回头看了一眼谢南行，心里的某个角落似乎被轻轻触动了。就在他们爬上消防梯的那一刻，病房里传来了一声巨响。谢南行用尽最后的力气将周雪宁推到一边，自己却被砸中倒在地上。谢南行，孟金堂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，可他已经没有时间回去救他了。消防人员已经赶到，将他和池玉范安全送到了楼下。谢南行被消防人员从火场里救出来时，已经奄奄一息。他的身上多处烧伤，后背的旧伤再次撕裂，被紧急送进了手术室。周雪宁也被救了出来，随后被赶来的警察带走了。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。手术室的灯亮了很久，孟金堂和池玉范一直守在外面。孟金堂的心里五味杂陈，他恨谢南行曾经对他的伤害，可看到他为了救自己而身受重伤，心里却又忍不住泛起一丝复杂的情绪。手术很成功，谢南行活了下来。孟金堂经常去看他，隔着病房的玻璃看着他躺在病床上，浑身缠满绷带。他没有进去，只是默默地看了一眼，就转身离开了。谢南行再次睁开眼时，病房里一片寂静，他的身边空无一人，只有仪器发出的声音提醒着他自己还活着。后背核的疼痛钻心刺骨，每一次呼吸都牵扯着伤口。莫名的，他心里涌上一阵失落。就在这时，护士推门进来换药，看到他醒了，脸上露出一丝惊讶。谢先生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谢南行张了张嘴，声音沙哑的几乎听不见。水。护士连忙倒了一杯温水，用棉签沾着喂到他嘴边，喝了几口水，喉咙的干涩感稍稍缓解。他急切地问道：护士，我昏迷了多久？这几天有没有人来看我？护士想了想，点头道：你昏迷3天了，前几天确实有位小姐来看过你，不过这2天没来了。那位小姐是金堂吗？谢南行的心里燃起一丝希望，可随即又被护士后半句话浇灭。她没再来了，他终究还是不肯原谅他。护士换完药，随即叮嘱道：谢先生，你现在刚醒，身体还很虚弱，需要好好休息。对了，你方便联系一下家属吗？后续的护理和缴费需要家属配合。家属？谢南行的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就是孟金堂的脸，除了他似乎再也想不起其他人了。他摇了摇头，声音微弱：我自己来就好。护士没再多说，转身离开了病房。病房里再次恢复寂静，谢南行躺在床上，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。就在他思绪万千的时候，病房门被轻轻推开了。谢南行猛地转过头，看到门口站着的人时，呼吸瞬间停滞。孟金堂就站在那里，穿着一条米白色的连衣裙，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模样。恍惚间，谢南行仿佛回到了2人第一次见面那天，那时的他像个小霸王一样出现在他的世界，可现在物是人非，他的眼神里没有了当初的爱慕，只剩下一片平静，看不出任何情绪。金堂，谢南行的声音颤抖着，激动的想要坐起来，却不小心牵扯到后背的伤口，疼得他倒吸一口凉气。孟金堂走进病房，在他床边停下。谢南行不顾伤口的疼痛，挣扎着伸出手，紧紧抓住了孟金堂的手。金堂，你来看我了，你是不是原谅我了？谢南行急切地问道，眼神里满是希冀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我一定会好好把握，再也不会伤害你了，再也不会了。他反复念叨着，声音哽咽，眼泪不受控制地涌了出来。可孟金堂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眼神里没有丝毫波动，既没有心疼，也没有动容，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。他的沉默比任何尖锐的话语都要伤人。谢南行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最后变成了无助的啜泣。他紧紧抓着他的手，仿佛这样就能让他回心转意。过了许久，孟金堂轻轻用力将自己的手从他的手里抽了出来。他没有立刻离开，而是走到病房旁边的椅子上坐下，像来看望一个普通朋友一样，语气平淡地开口：谢南行。谢南行还想说什么，却被他打断了。谢谢你救了我和玉范。他的声音很轻，没有丝毫波澜。如果不是你，那天我们可能都活不下来。谢南行的眼里闪过一丝光亮，他以为他是来感谢他，是来给他机会的。可下一秒，他的话就像一盆冷水，将他的希望彻底浇灭。但如果你以为凭这个就能让我原谅你，恐怕不太可能。孟金堂看着他，眼神坚定。我这个人很记仇，不管是谁，只要对我造成了伤害，我就永远不会原谅。你曾经对我做过的那些事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，也不会原谅。所以你不要再抱有任何幻想了。不是这样的。谢南行的脸瞬间失去了所有血色，比他生病的时候还要苍白。我不是要你用原谅来报答我，我只是还爱着你，想让你回到我身边。爱不是伤害的借口。孟金堂的声音依旧平静，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冰冷。你当初伤害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今天？怎么没想过我会永远离开你？谢南行被他说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他想要挽留他，想要再说些什么，可挣扎着想要起身时，却再次牵扯到伤口。一阵剧烈的疼痛传来，让他忍不住闷哼一声，眼泪混合着汗水从他的眼角滑落。他已经分不清这眼泪是因为伤口的疼痛，还是因为心里的疼痛。孟金堂站起身，准备离开。金堂，谢南行急忙喊道，声音格外急切。我们还能做朋友吗？孟金堂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了他一眼。可以，如果以后我和玉范的孩子出生，会邀请你。朋友只是朋友，还要看着他和别的男人结婚生子，看着他给别人的孩子当妈妈。谢南行的心像有刀在割，每一下都疼得他血肉模糊。孟金堂看着他痛苦的模样，眼神里依旧没有丝毫波动。他轻声说：谢南行，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，祝你安好。
这是他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，也是他们之间正式的道别。说完，他转身没有再回头，径直走出了病房，关上了门。他知道他们之间已经结束了，不管他做了什么，都无法弥补他曾经对他造成的伤害。3年后，孟京堂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，取名叫池念安，寓意着平安顺遂。女儿1岁生日这天，孟家别墅里热闹非凡，池玉帆抱着女儿，温柔地逗着她。孟京堂坐在一旁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就在这时，孟京堂的手机收到了一条银行短信，他的账户里转入了一笔巨额款项，数额之大让他都感到震惊。他知道这笔钱是谁转来的，除了谢南行，没有人会给他转这么大一笔钱。这3年来，谢南行再也没有出现过。他听说他伤好后，就接手了谢氏集团在国外的产业，一直单身一人。孟京堂拿出手机，编辑了一条短信：钱收到了，谢谢你，祝你安好。发送成功后，他将手机放在一边，抱起女儿，在她娇嫩的小脸上亲了一口。远在异国他乡的谢南行收到了孟京堂的短信，他看着手机屏幕上那简短的几个字，脸上露出了一丝释然的笑容。3年的时间足够让他看清很多事情，也足够让他放下很多执念。他曾经以为爱就是拥有，就是不择手段的将他留在身边，可直到失去他，他才明白真正的爱不是占有，也不是伤害，而是希望他能幸福。他伤害了他，错过了他，这是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。这笔钱是他对他最后的补偿，也是他对这段感情最后的告别。从此，他过他的幸福生活，他守他的回忆度过余生，互不打扰，各自安好。这或许就是他们之间最好的结局。